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免揉软欧包真的是跌破眼镜的简单又好吃，不用机器揉面，不用面种，面团也不需要揉出薄膜，然后不管是用气炸锅还是烤箱，通通都可以烤成功。但是拜托请不要跳着看影片好吗？一定要完全按照我的手法步骤，不小心少了哪个步骤的做失败就不要怪我呢。这个面包做法只需要混合材料，然后几次的甩碟手法，再经过冰箱低温冷藏发酵，这款面包的成品口感没几百分嘛有高杂分，不考验太多的技巧，算是对新手非常非常友善的一个食谱哦。到底有多友善，试做一次就知道啦。不啰嗦，立马来备料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先来介绍会添加在面团内部的果干还有坚果，其实只要你喜欢的果干都可以，像是蔓越莓、葡萄干、蓝莓干、草莓干都可以哦。喜欢颜色好看一点的可以买青葡萄干或是这种黄色的大葡萄干，网路都找得到。像最近芒果季到了，我自己烘的芒果干也很适合哦，超级好吃。或是自己烘凤梨干哦，剪成小块，我觉得各式的果干哦都很适合添加在面包体当中。再来坚果类，你可以自己选单一的坚果，或者是售有现在这种一包一包的每日坚果也很方便，想加个1包2包也都可以，厂牌也不拘哦。我们先来调个酵母水，再讲一次哦，台湾念酵，从小我的老师就是教酵母，不是我没读书好吗？我们就在清水当中加入糖，再加入即溶素发酵母，这个是最普通的即溶素发酵母哦，不是低糖的。接着在面粉当中加入盐，稍微的搅拌一下，然后想加的果干啦、坚果也在这个时候加入。果干如果想泡一下兰姆酒让它有香气也是可以，我是没有泡，就用普通的果干，然后直接加入刚刚调好的酵母水。没有技巧，就是把粉水搅拌均匀，就直接拌到没有粉粒残留就可以。懒得这样子拌的朋友呢，可以直接用个料理用手套。用料理用手套，它是防粘黏的，算是很好拌。不管你用矽胶刮刀拌，还是用筷子拌，还是戴了防粘黏的手套来拌，通通都可以。基本上就是让粉水先结合，大概就是影片现在看到的状态，没有什么粉粒残留就可以了。如果是靠手拌的朋友，可以用这种拳头压拌的方式，因为既然说是免揉嘛，我们就让它静置松弛一下。面团这时候有点粗糙感没关系，我们就盖上盖子，静置10分钟松弛一下。接着再把融化的奶油给放上去，稍软或是变成液态状都可以，用奶油是特别香哦，想用其他的植物油、椰子油也可以。就把奶油跟面团先融合在一起，抹在面团上方之后呢，就用拉伸、折叠、按压的方式，反正就是让油可以融合在面团里面就可以。不知道大家透过影片看不看得出来啊？我一直在透过我的拳头做按压，把油按进面团里面，不用很久，就拳头重复压个几下，很快油脂就吸收到面团当中了。面团只要有动作就会有筋性产生，就会有一点紧。面团很紧的时候，只要透过静置松弛就可以放松。松弛15分钟之后，我们来做甩碟的动作。甩过之后，就把面团再次的摊平一点，让它面积变得比较大片一点哦，比较好甩。这个甩折的动作呢，只需要重复10次。其实我常常多甩几次哦，都超过10次了，因为真的很解压。记得就是甩下去之后呢，再把面团撑大片一点。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发现面团又变紧了，比较不好操作的时候，记得就是静置松弛一下，再继续动作。然后甩的过程，如果那个果干会挥出来，没关系，就把它藏进去就可以了。就大约10回合左右，我们就把面团呢光滑面朝上，就4周往底部收圆，大概就可以，基本上成团就可以啦，不介意好不好看。接下来就直接放入冰箱低温冷藏发酵，想抽真空辅助面团当然是没问题，我今天就没抽真空，直接放冰箱低温冷藏发酵隔夜，最多2天需使用哦。从冰箱取出发酵好的面团，取出后我们先放常温回温一下，大概30分钟，等于是让酵母整个醒过来的意思。倒扣面团前呢，表面可以撒上些许的手粉，然后桌板上也撒手粉。手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粘黏，多半会使用高筋面粉。倒扣之后呢，其实可以不要动它，稍微等一下，
这个面团呢，底部会自动跟容器分离。如果会用刮板辅助动它记得就是面团不要破坏得太厉害，动作尽量轻柔，最好是可以让盒子里的面团呢没有经过特别的拉扯，轻轻的掉在台面上。表面一样撒上手粉，这样子操作的时候可以防止粘黏。稍微的按压排除气体，轻轻就好哦，不需要用擀面棍，主要是排掉大气泡哦，小气泡可以保留。接着往中间折叠，像折被子一样，成长条状之后呢，再继续折被子，就按影片的叠法哦，卷成小方形，底部可以收一下哦。这一份我先做成圆形的，底部就是稍微的收圆。如果不擅长这样子收的朋友也没关系哦，可以直接翻过来，像做包子馒头收拢面团一样哦。底部的收口呢，就尽量往中间收，避免会爆开来哦，就尽量捏紧，就把缝隙捏合在一起。然后另外这一面就是光滑的，我刚好有圆形藤篮，可以让面包的表面在发酵的过程产生一些藤篮的纹路。记得粉要撒够哦，否则会粘黏哦。然后我的篮子其实有点太小了，但没关系，我只是要它表面等一下产生一些纹路，盖上干净的浴帽等等来发酵。另外这一份呢，我来做成长形的，前面所有的步骤都相同哦，就是在折叠成长条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用再变成圆形了，就直接折3折，就把接口处的面团呢粘合在一起，有点像是在缝衣服一样哦，把缝隙给捏紧，缝合在一起的感觉，要确实的捏紧哦，这样子最后烤出来的成品才不会散开。塑成一个长条椭圆形之后呢，我们再稍微的手滚一下，然后把它移到烘焙纸上。这里有个小错误哦，就是果干尽量不要暴露在面团外，否则果干等等烤的时候容易烤焦，尽量把果干包进面团里。刚好我的烤箱可以做发酵，我们就设定摄氏35度，发酵50分钟。没有发酵功能的没关系，就在没有启动的烤箱当中放1杯热水，发酵1个小时左右。发酵完成的面包我们要来做割包，如果不做割包的朋友可以直接烘烤。我把藤篮当中发酵好的面团直接倒扣在烘焙纸上，这样子表面就会产生藤篮的纹路。可以再一次撒上些许的手粉哦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割包。想要表面割得漂亮呢，刀一定要够利哦，不一定要买专用的刀，就是普通刀也可以哦。甚至还可以面团整个放进冷冻室，冷冻个40分钟再割包，都可以让割口变得更好看。这份我直接放入气炸锅当中，不用预热，设定摄氏200度，18到20分钟，可以先烘烤个1-2分钟，立刻打开，喷上水雾，大概喷个4-5下就好。制造水蒸气有什么好处哦？我会把说明放在文字食谱当中，有兴趣了解的可以看一下文字食谱。长的这一款呢也发酵好了，一样要来割包哦。面包表面一样撒上适量的手粉，接着迅速利落的在表面画上几刀。刚才说过，刀一定要够利，然后不要怀疑犹豫哦，直接画，豪迈的给它画下去，就可以有那种粗犷的美丽。如果想要更好割、更上手的面团，就是要快速冷冻个40分钟左右再割。不过我的这个是没有冷冻的，我觉得还是很好割。这个我就用普通烤箱来示范，送进200度预热好的烤箱当中，烘烤25分钟左右就可以。表面一样可以喷上些许的水雾再烘烤。因为每一家的烤箱效能不同哦，大家再依照自家的烤箱微调温度时间。不管是用气炸锅还是普通烤箱，最后倒数的5分钟哦，大家可以随时观察上色的情况。如果觉得面包表面颜色已经差不多了，可以面包表面盖上一张锡箔纸，避免表面上色过度，然后剩下的行程跑完就可以咯。耶，终于烤完了！气炸锅烤出来的成品结果看起来很不错呢。烤好的面包一定要确实的散热放凉哦。刚烤出来皮很硬脆，稍微放一下哦，面包整体的水汽变得更均匀，硬脆的外皮就会渐渐变得软脆，然后整体面包的风味也会变得更好。所以刚出炉的面包一定要稍微的静置放凉散热，面包整体的风味吃起来才会更好，还更容易消化，然后切起来内部的组织才不会过湿。这些小小的美角你都注意到的话呢，保证你做出来的面包好吃又好看。
超级推荐的免柔软欧包等你交作业咯。这里再次提醒大家，一定要确实放凉再分割哦。像这个面包呢，因为拍片的关系有点赶时间了，还没完全放凉就分割，所以内部组织还有一点点湿黏。彻底放凉再分割，剖面的组织才会更好看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t's not